我与夫君相敬如宾30载，是京城人人称颂的白首同心。40岁寿宴那天，他突然领回守寡的弟媳，非要兼挑2房。我为了侯府清誉，以死相逼，谁知弟媳当众服毒，夫君受不了刺激，卧床不起。我在他病榻伺候了10几个春秋，熬白了头。他咽气前回光返照，再次睁眼，我回到了50岁寿宴上。夫君恳求柳儿孤苦，求夫人允许抬柳儿做平妻，全了2房的香火。世子在一旁帮腔，母亲若不应许，便是要逼死神母，毁了侯府清誉。我微笑着扶起了弟媳。好，我答应，但有一个条件，既然2房香火凋零，那便将世子过继给2房吧。沈渡川端着酒盏的手悬在半空，那张维持了20年的面皮狠狠抽搐了2下。嫂嫂折煞我了。柳儿原本还捏着帕子装娇弱，听见这话双膝一软，连连磕头。她当然不敢。世子乃侯府继承人，我一个寡妇怎敢夺人子嗣？沈玉一旦过继，亲儿子就会从侯府世子变成2房的边缘人。母亲好狠的心！沈玉猛地踹翻面前的案几，指着我的鼻子大吼：为了逼走神母，你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要了，你还有没有半点慈母心肠？我垂下眼睑，掩去眼底翻涌的恨意，前世毒药穿肠的痛觉仿佛还在喉管里蔓延。我走上前，一把攥住沈玉指着我的手腕，指甲狠狠掐进他的脉门。玉儿，娘这是在成全你的孝心啊！我扯起嘴角，硬生生挤出一滴眼泪。你不是平日里最心疼你神母，说她孤苦无依吗？过继后，你便是2房的顶梁柱，能名正言顺的在她床前尽孝，说不定将来还能为你神母请封诰命。我盯着沈玉那张错愕的脸，拔高了音量：难道在你心里，那什么侯府爵位比你神母的命还重要？你平日里的孝顺都是装出来的。沈玉被我掐得脸色惨白，张着嘴半天吐不出一个字。柳儿更是面无人色，瘫在地上不停地发抖。夫人深明大义。宾客席中，宗室长辈抚着胡须站起身：宁可舍弃亲子，也要全了夫家2房的香火。此等胸襟，堪为京城主母之典范。长辈一开口，周围的宾客纷纷附和。这些赞美之词让沈渡川和沈玉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沈渡川终于坐不住了，他步伐沉稳地朝我走来，换上维持了20年温润面皮，伸手来揽我的肩膀。婉儿，今日是你寿辰，莫要赌气说胡话。他伸手要替我理一理鬓角的碎发，用只有我俩能听见的语调：你就算再不喜欢柳儿，也不该拿世子的前途赌气。去跟族叔认个错，本侯就当刚才的话没听见。我嫌恶的侧身，避开他的触碰，视线落在他腰间挂着的那块玉雕上，那是他今日准备当着权贵的面送我的生辰礼，说是他寻遍大江南北求来的珍宝。我一把扯下那块玉雕，当着众人的面松开手，砰！昂贵的羊脂玉摔在青石砖上，4分5裂。沈渡川伸出的手僵在半空，眼底结起一层冰霜。宋云婉，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啊？夫君送的礼是我宋家当铺里收进来充场面的，花的是我账上的银子。我拍了拍手上的玉屑，抬眸直视他。我砸我自己花钱买的东西，算哪门子胡闹？沈渡川死死攥着拳头，眼神幽暗地盯着我。宋家的家教就是让你在宾客面前撒泼的吗？去把族长请来，开启祠堂，请出族谱。是。趁着各位宗亲长辈都在，今日便立下字据，将世子划入2房。宾客散尽，卧房的门被轻声推开，沈渡川端着一盏安神汤缓步走入。云婉，你要闹到什么时候？为了赌气，连孩子的前途、侯府的体面都不顾了。他将安神汤搁在梳妆台上。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怎么还像个小姑娘一样，跟一个寡妇争风吃醋？我坐在梳妆台前，透过铜镜看着他这张脸，前世的画面在脑海里反复重现。
我抓起桌上的木梳，转身砸在他脚下。这侯府姓沈不假，可这侯府库房里流出去的真金白银姓宋。我靠在椅背上，目光从他头顶扫到脚尖。既然侯爷觉得闹腾，那从明日起，二房的开销便由二房自己出。我宋家不养反咬主人的狗。狗这个称呼精准戳中了他的痛处。他眼底掀起一片暴怒的阴鸷，上前一步，一手死死捏住我的下巴，扬起手掌。宋云婉，你真是让人恶心。我冷冷地盯着他的手掌停在半空。打，沈渡川，你为了讨好二房偷送他的那只金簪，也是花我宋家的银子。他呼吸急促，死死盯着我，终究没有落下一巴掌。拿银子威胁本侯，好得很。没有你的脏钱，本侯照样能养活他们孤儿寡母。说罢，他转身拂袖而去。次日清晨，柳儿端着茶盏来正院敬茶，她刻意挽了发髻，发间明晃晃地插着那只金簪。柳儿跪在蒲团上，将茶盏举过头顶，嘴角带着挑衅：“大夫人，请喝茶。既然是一家人了，二房的开销以后二房自己担。”这是二房库房的钥匙，相关账本你也一并拿去。传我的话，断绝大房对二房的补贴。天黑前，将宋家所有商铺的掌柜换成我们自己的人。二房任何人去账房支银子，1文钱也不许给。四王嬷嬷领命退下。不到半个时辰，院子里传来叫骂声。这叫骂声正来自沈渡川的生母。我这位婆母靠着我的钱财生活了20年，此刻正拄着拐杖砸着正院的门。毒妇，竟敢停了玉儿的月例银子！你这善妒的娼妇，我今日非打死你不可！老太太病了，满嘴胡话。送老太太回院子歇着，把院门用铁链锁死。没有我的手谕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老太太的叫骂声被护院捂回嘴里，人也被强行拖走，整个侯府瞬间安静下来。前世我为了沈家操劳，从未想过寻找亲人。这一世，我早在将信寄往北疆时就已布好了局。不出3日，二房的院子里传出柳儿的哭嚎声。他打开库房才发现，二房的账面上根本没有1文钱。午后，正院的门被一脚踹开，沈玉气急败坏地冲进来，将一张按着红手印的字据狠狠拍在桌上。你凭什么停了我的月钱？这是长乐坊的欠条，今天若不拿钱平了账，我马上就去顺天府告你为母不慈。我从袖口抽出一叠纸，甩在他脸上。看清楚！我拨弄着手上的红宝石。这是你挪用大房账目填补二房的明细，每一笔都有私印。你现在是二房四子，花大房银子没这规矩。3日内还清30万两，不然顺天府见，告你们诈借家产。母亲，你疯了！叫大伯母。我端起茶盏抿一口。云婉，这是做什么？沈渡川跨进院槛，穿着我花钱置办的月白锦袍，眉头紧锁。玉儿过境，也还是侯府骨肉，一家人何必算这么清楚？他弯腰去捡地上账单，我抬脚，绣花鞋间踩住印有他私印的借条。亲兄弟明算账。我抬眼看他，夫君若舍不得，拿私房钱替二房还。沈渡川动作一僵，咬紧后槽牙，一巴掌甩在沈玉脸上。你混账东西，跪下！我沈家书香门第，谁准你这般说话的？沈玉被打懵，扑通跪在青砖上，大气都不敢喘。沈渡川转过身，玉儿终究是小辈，你气他也罢，罚他也好，何苦拿顺天府来吓唬孩子？ 3日，我出声打断。3日后见不到银子，顺天府见。说罢，转身进屋。柳儿走投无路，将沈渡川的奇珍异宝打包送进京城最大的当铺。几位常爱嚼舌根的妇人便凑巧来挑首饰。那不是侯府二房的寡妇？可不是嘛。
手里拿的怎么是沈侯爷带过的玉扳指？还不止，那只金参说沈侯爷亲手打磨的，怎么全在他手里？半日功夫，沈渡川与寡嫂私相授受的丑闻传遍京城大街小巷。次日早朝，御史言官递满折子，沈渡川被同僚指点，就他也配站在这里。当夜，二房院里传出杂碎瓷器巨响，两人爆发争吵。你难道还要怪我不成？沈渡川斥他招摇，你这个毒妇！我坐在正院听暗卫禀报，端起茶盏撇开符页，还不够。隔天，我安排管家在沈玉必经长廊跟账房对账。这本《青云集》是圣上赐老侯爷的孤本，价值连城，一直锁在书房，府里竟无人懂行。我早花重金买通落地秀才，日日对着沈玉吹捧，把他架在高台。那是自然。沈公子，您真是太谦虚了。他想在文人圈大造名声，正愁没稀世珍宝去参加顶级诗会。次日傍晚，沈渡川下朝发现御赐孤本不翼而飞，呕出一口血。逆子！二房院内，沈玉被死死按在长春凳上。书早卖给江南府上了，御赐之物你也敢贩卖？你是想拉着整个沈家给你陪葬？沈渡川下令，留条命就行。沉闷的杖责声在院中回荡，柳儿瘫在地上，拍着大腿嚎哭。圣旨到！六这时，首领太监捧着黄卷轴跨入门槛，沈渡川和柳儿顾不上狼狈，赶紧跪地接旨。侯府沈玉才华出众，特赐入宫为九皇子伴读，钦此。柳儿听到伴读二字，为儿子飞黄腾达喜极而泣时，却不知道当朝九皇子暴力疯癫，前三个伴读，一个断腿，一个瞎眼，还有一个上月刚从太液池捞出，浑身泡发肿胀。我立在游廊阴影处，端着手炉静静地看着，这哪是恩宠，这是催命符。是你，宋云婉，你搞的鬼！等柳儿明白了九皇子的意思，直朝我扑来。你故意把玉儿往死路上断送，他是我的命根子！他双眼赤红，伸手朝我脸上抓来。护院上前，一把将他死死按住。我居高临下看他，声音轻柔：玉儿如今能为天家尽忠，是你们二房天大的福气。沈渡川身形一晃，死死撑住了旁边的红木柱子。他终于明白，我根本并非争风吃醋，而是在一步步斩断他的血脉与前程。他缓缓抬眼看向我，那张伪善20年的面庞终于裂开一道缝隙。次日，我刚梳洗完，正院大门被几十名粗壮家丁撞开。沈渡川一身黑衣，领着宗族几位族老闯入。拿下！沈渡川冷声下令，几名婆子强扣住我肩膀，将我拖拽至侯府祠堂。云婉，你为保主母之位，当年从外头抱回野种，冒充侯府血脉，我念在夫妻一场，替你隐瞒至今，可你如今越发偏执疯魔。沈渡川拔高音量，今日我便替侯府清理门户。几位族老纷纷摇头叹息。柳儿从阴影处走出，端着白瓷碗，碗中盛有半碗清水，嘴角挑起一抹冷笑。既然不认，那就跟玉儿滴血验亲。沈玉被家丁押上前，他们算准沈玉是两人私生子，血断不可能与我相容，一旦不容，混淆血脉的死罪坐实，按族规我会被当场沉塘。沈玉也会因为血脉不纯，不用去伺候九皇子。我立在祠堂中央，扫过这群恶人，宽大袖口下，指尖不动声色碾碎早藏好的明矾粉末。好，我伸出手，婆子拿针刺破我和沈玉指尖，滴血落入碗中，2滴鲜红血珠在清水中打转。祠堂内死寂，众人探身紧盯。下一瞬，2滴血在众目睽睽之下交融，化作一团血水。这不可能！柳儿扑倒在桌前，死死盯住那碗水。玉儿明明是我10月怀胎生下，怎么会和你的血相融？水有问题！沈渡川连退几步，撞在供桌上，面无血色。玉儿明明是我和谁？毒妇！我猛地逼近，
眼眶瞬间逼出热泪。我反手一巴掌狠狠扇在柳儿脸上，这一掌力道极大，柳儿躲闪不及，重重撞在柱子上，嘴角溢出鲜血。我指着地上的柳儿，声音发颤：难怪你宁愿死也要护着玉儿。当年是你偷龙换凤，换走我10月怀胎的亲骨肉。我转身盯住沈渡川，说，你们把我的亲骨肉弄哪儿去了？几位族老面面相觑，看两人的眼神全变了。胡言乱语，休要狡辩！沈渡川彻底撕破脸，今日若弄不死我，死的就是他们。主母得了失心疯，有辱侯府体面，来人，把他绑上，陈堂！10几个护院拔出棍棒，朝我猛扑而来。砰！祠堂厚重的红木门被人轰然踹开，数百名黑甲禁军如潮水涌入。转眼间，所有护院被死死按倒在地，刀锋贴颈。一道慵懒声音从门外缓缓传来：5年前便在北疆战死，传闻中暴力弑杀的摄政王踏入祠堂。摄政王行至我面前，解下玄色披风裹在我肩头，随即睥睨着沈渡川，冷笑出声：沈渡川，姑当年把姐姐托付给你，是让你把她当成摇钱树，再养这一窝野种的吗？沈渡川双腿发软，跪倒在地。宋南归大步走到祠堂正中，身后禁军持刀将侯府围得水泄不通。沈渡川强撑着站起，死死盯着宋南归。这是沈家内宅之事，即便你是摄政王，也无权带兵硬闯。大房谋害子嗣，证据确凿，闹到静安殿也是我们占理。宋南归眼神都未偏移半分，抽出怀中文书，手腕一甩，尽数砸在沈渡川脸上，纸张散落，满地鲜红官印。勾结江南书商，变卖御赐孤本青云集，10万两银票存根，连同你签字画押的契书全在此处。宋南归一字一顿，声音响彻大堂。沈渡川双腿打颤，低头看向满地纸页，上面赫然盖着他的私印。他瞬间面无人色。伪造的！你们姐弟为了夺权伪造文书！沈渡川嘶吼出声，分明是宋云婉偷走孤本，栽赃陷害。柳儿扑倒在地，抓起契书便往嘴里塞，吃下去就没了，全是假的。宋南归抽出佩刀，刀背拍在沈渡川脸上。顺天府尹桌面上放着原件与人证。门外传来尖锐通报声，报！首领太监去而复返，手里捧着另一卷明黄卷轴。沈渡川一把推开柳儿，扑通跪地。圣旨下，沈渡川接旨。沈渡川大不敬，私卖御赐孤本，治家不严，即刻褫夺侯爵之位，革去一切官职，永不录用。沈渡川瘫倒在青砖上，双目圆睁，嘴唇不住发抖。禁军统领大步上前，扯住沈渡川衣领，用力一撕，朝服应声碎裂。柳儿跪地死死抓住太监衣角，连连磕头：公公明鉴，全是大家主母造孽，与二房无关。沈玉从供桌底钻出，拼命往门外爬。太监带来的4个大汉上前揪住他头发：咱家来带新伴读进宫伺候九皇子。我不去！起来！我不是沈家人！他指着柳儿嘶喊：是他逼我的，他非要我认贼作母。柳儿双目圆瞪，扑上前抓挠沈玉脸庞：畜生！我10月怀胎生你，你敢咬我！沈玉反手重重扇在柳儿颧骨上，柳儿翻倒在地，爬起一口死咬住沈玉胳膊。两人在青砖上滚作一团，互相厮打。大汉上前踹开柳儿，一人拽住沈玉一条腿，径直往外拖。沈玉裤裆瞬间阴湿一片，一路惨叫不止，双手在地上抠出道道血痕。太监拿帕子掩鼻，挥手催促动作快些。沈渡川趴在地上，眼睁睁看着这一幕，喉咙发出浑浊声响，呕出一大口鲜血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：把他们扔出去，别脏了宋家地界。婉儿，我错了，你拿钱帮我走动走动。我抬起一脚踹向他心窝，他仰面倒地，后脑重重磕在台阶上。护院当即将人拖出祠堂，另一拨人去往后院，连人带被褥将中风的老婆子抬出。沈渡川、柳儿与老婆子被并排扔在街巷，朱红大门在3人面前重铸关闭。深夜，宋南归推开房门，我坐在窗边，手里捏着一个旧荷包，那是20年前亲手绣的，我与沈渡川一人一只。姐，还留着这东西做甚？宋南归皱起眉头，我未出声，盯着荷包上的鸳鸯，针脚歪斜，绣工稚嫩，那是16岁的我。
耗费3个月才绣好的。当年嫁给他，真以为他会待我如初。宋南归沉默不语，我眼眶发热。5更熬粥，深夜练琴。宋南归刚想上前安抚，我倏地起身，将旧荷包狠狠置入炭盆。火舌瞬间吞没那对鸳鸯。不，我没错。我端详着铜镜中冷如冰霜的面庞。错的是这吃人的侯府，是那群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语气决绝。从今往后，宋云婉再无半点软弱。沈渡川躺在冰冷的街道上，捂着胸口咳嗽。柳儿坐在旁边，抓着头发失声痛哭。还没等他们站起身，街道尽头涌来10几个人。长乐坊的打手手里拿着木棍，将他们团团围住。沈侯爷，不，沈白丁，你儿子的赌债该还了。沈渡川往后退缩，撞在老太婆的身上。侯府被抄了，我没有钱，钱全在宋云婉那里。刀疤脸挥起木棍，重重砸在沈渡川的背上。沈渡川发出一声惨叫，扑倒在泥水里。又是几棍子落下，沈渡川的肋骨发出断裂的脆响。柳儿捂着头想要逃跑，被2个打手拽住头发拖回。刀疤脸大声下令：没钱，那就拿身上的东西抵。打手们一拥而上，扯下沈渡川身上的绸缎里衣。柳儿的外袍和头上的首饰全被拔了下来，连老太婆身上盖着的蚕丝被也被卷走。一家3口只穿着单薄的贴身破衣，在风中发抖。刀疤脸朝沈渡川脸上吐了一口唾沫，带着人离开。沈渡川捂着断裂的肋骨从地上爬起来，他拉起柳儿，拖着老太婆的木板往城外走。京城客栈无人敢收留被抄家的罪民。天黑时，他们钻进城外一座漏风的破庙里，破庙的角落里扔着半个发馊的窝窝头。沈渡川冲过去，抓起窝窝头往嘴里塞。柳儿扑到他背上，双手掐住他的脖子，尖叫：给我吃！你想饿死我吗？沈渡川转过身，一拳砸在柳儿的鼻梁上，鼻血喷涌而出。柳儿张嘴咬住沈渡川的手腕。沈渡川冲过去，抓起窝窝头往嘴里塞，扑到他背上，双手掐住他的脖子，尖叫：给我吃！你想饿死我吗！2人在全是泥灰的地上滚打。老太婆躺在木板上，喉咙里发出赫赫的声音。第2天一早，沈渡川拖着断骨往城里走。他来到昔日交好的清流文人王大人的府外，敲响侧门，对着门房连连作揖。王大人借我10两银子。王大人站在门内，用袖子捂住口鼻大骂：你那点清高风骨全靠你夫人拿钱供着，如今离了宋家，你连个乞丐都不如。大门在沈渡川面前关死。沈渡川跪在地上，双手抓紧地上的泥土。饿到第3天，沈渡川在暴雨中爬到了一处新宅邸外，牌匾上写着宋府2个大字。他抬起手，一巴掌接着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。婉儿，我错了，求你赏口饭吃，让我进府当个扫地小厮吧。他在雨中疯狂磕头。王嬷嬷将整盆水直接倒出窗外，一盆冷水精准砸在沈渡川的头顶。他打了个冷战，抹了一把脸上的臭水。宋府的大门打开，4条恶犬狂吠着冲了出来。沈渡川逃回破庙，刚进门就撞见柳儿蹲在角落翻找。他攥着一个旧布包，是沈渡川仅剩几件贴身物，装着半截当年的碎玉佩。你拿这个干什么？沈渡川扑去抢夺，柳儿一哆嗦，把布包死死按进怀中。拿去当铺换钱，你找不到吃食，难不成大家一起饿死？沈渡川揪住柳儿长发，将她按在泥地里，生扯硬拽，刺啦一声，布包碎裂，碎玉佩砸落地面，几张泛黄信纸随之散出，纸边磨损，字迹密布。沈渡川僵住，捡起信纸，柳儿脸色发白，张牙舞爪扑上前，被一脚踹翻。他看清信上内容，信上说：那沈郎自诩清高，却是个中看不中用的，若非借了你的种，我想上位怕是难。沈渡川如遭雷击，他视若珍宝，甚至不惜杀子保下的麒麟儿，竟然是他在马棚里最看不起的奴才留下的孽种，一把掐住柳儿脖颈，将人提空。沈玉到底是谁儿子？柳儿拍打着面前这条铁壁，连连翻白眼。沈渡川抓起半块破碗瓷片，照着那张脸重重划下，鲜血瞬间涌出，柳儿痛嚎打滚。沈渡川不管不顾，左手死死按压，右手狂挥，10几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划满整张脸庞。我替一个马夫养20年儿子。他扯过女人胳膊，瓷片发疯般向下割去，手筋断裂。老太婆躺在木板上，亲眼目睹，浑身抽搐，嘴歪眼斜，彻底失语。庙外传来车轱辘声，几个宫内太监抬着麻袋走到门口，往地上一扔，解开绑绳。沈玉滚出袋口，双腿从膝盖处向后诡异折断，骨碎肉烂，裤裆渗出一片鲜红，衣物早已被血水泡透。冲撞九皇子，打断双腿，去世净身。废人一个，还给你们。忽的，
他想起什么，猛地抬头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人。他踉跄爬起。盒中躺着3封信，朝中重臣写给师傅的把柄。只要交出这些，云婉必定回头。他看重权势，定会重新接纳我。宋南归自阴影迈出，黑衣侍卫跟随在后。沈渡川，你以为这桩子姐姐不知道？他面如死灰。你们一直在监视我。从你被赶出侯府那刻起，姐姐说了，要断你全部后路，不留一丝翻身余地。沈渡川双膝发软，跪砸在地。这些信，姐姐20年前嫁你时已全数销毁。你手里这几封，特意留下来吊你的。最后一条路也没了。几日后，平整官道上，我所乘马车缓缓停滞，等待前头队伍通行。王嬷嬷掀起车帘透气，我身侧端坐着青年，容貌清朗俊逸，气度非凡，正是新科状元，也是我前世被换，今生提早找回的亲生骨肉。沈渡川看清青年眉眼，与我有着7分相似。那是我儿子，我是侯爷，我是状元亲爹。他扑砸在车轮旁，双手死死扣住车辕。青年端坐在马车内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沈渡川，他的眼神如同看着一滩恶臭的淤泥。滚开！青年从袖口抽出一份卷轴，他将卷轴一甩，直直砸在沈渡川的胸口上。卷轴散开，上面赫然盖着鲜红的玉玺印章。这是皇上亲批的断亲书，我宋怀安只认生母宋云婉，与你沈渡川再无半点关系。沈渡川死死抓着卷轴的边缘，想要爬上马车。我是你爹，没有我哪来的你？你要养我！宋怀安拔出旁边护卫腰间的长剑，长剑在空中划过一道寒光，剑刃擦着沈渡川的头皮削了过去。沈渡川头顶的发髻被齐根斩断，散落一地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今日断发代首，恩断义绝。宋怀安收剑回鞘，冷声下令：驱赶！2名护卫上前，用刀柄重重砸在沈渡川的肩胛骨上。沈渡川惨叫一声，被踢出帐外，滚落在泥水里。马车轱辘转动，压过地上的断发，缓缓驶远。破庙内恶臭熏天，中风的老太婆躺在木板上，周围全是她排泄的屎尿。她已经3天没有吃过一口饭，咽不下一滴水。她的眼窝深陷，嘴巴张得老大，脑海里不断闪现曾经宋云婉端茶倒水伺候她的画面。她费力地抬起干枯的手指，想要去抓半空中的幻影，手还没抬到一半，便直直砸了下去。老太婆双眼死死瞪着破庙漏雨的屋顶，停止了呼吸。沈玉躺在地上，双腿的伤口已经严重感染化脓，她日夜不停的惨叫，声音凄厉刺耳。救救我！我要找太医！柳儿顶着一张被毁容的脸，双手手筋已断，她费力地用手肘撑着身体，挪到沈玉身边。别叫了，引来别人我们就没命了。沈玉根本听不进去，叫得越来越大声。柳儿眼里闪过一丝凶光，她用胳膊夹起地上的一床破烂棉被，整个身体扑上去，将棉被死死捂在沈玉的脸上。沈玉双手乱抓，去撕扯柳儿的衣服。柳儿用尽全身力气压在上面，一动不动。半个时辰后，底下的动静彻底消失了。柳儿挪开棉被，沈玉已经脸部青紫，死透了。破庙的门被猛地踹开，几个捕快冲进庙内，拔出腰间的铁尺。接到举报，有人杀害子嗣。捕快将铁锁链套在柳儿的脖子上，柳儿被像拖死狗一样拖出破庙。城内的宋府张灯结彩，太监站在正堂宣读皇帝的圣旨。宋氏捐献家产充盈国库，教子有方，特赐1品护国夫人金印。各路命妇排队进府，向我跪拜贺喜。我坐在太师椅上，接下金印。入夜，京城下起了暴雪。沈渡川躲在宋府对面的暗巷里，他衣衫褴褛，头发散乱，看着府内透出的灯光。他看到摄政王宋南归和状元宋怀安簇拥着我走出大门。沈渡川双手抱头，在雪地里发出一阵怪笑。他跑到巷子口的垃圾堆旁，双手在泔水桶里拼命刨食，一边把烂菜叶塞进嘴里，一边嘿嘿傻笑。除夕夜，大雪纷飞，街头积雪没过脚踝。沈渡川缩在街角石墩旁，浑身覆盖着厚厚一层白雪，身上破布条被雪水浸透，又遭寒风冻住，硬邦邦贴在皮肉上，手指呈现坏死青紫，断指处流出的黄脓结成冰溜子。他浑身止不住站立，手上死死攥着一个发黑旧荷包，那是几10年前我刚嫁给他时一针一线亲手绣的，里面装着2根干瘪艾草。婉儿，你给我绣的鸳鸯。沈渡川嘴里吐出白气，眼神涣散，瞳孔逐渐放大。
他把发黑荷包紧紧贴在冻僵脸上。婉儿，我冷，你把手撸给我。他对着空气喃喃自语。远处街道传来马铃清脆声响，一顶8台奢华大暖轿缓缓行来，4名带刀护卫提着防风灯笼走在前方。这是我去相国寺上除夕投炷香的仪仗。暖轿轿夫停下脚步，避让前方打滑倒下的拉美马车。轿子刚好停在沈渡川面前，车窗厚重粘连，被寒风吹开一条缝隙。我靠在车内软枕上，手里捧着赤金错石暖手炉。沈渡川听到动静，望向缝隙里那张熟悉的脸，他瞬间瞪大双眼，瞳孔闪过一丝回光返照的清明，认出是我。他手脚并用，在厚厚积雪里朝轿子爬去。他爬到轿辇下方，他张开干裂出血的嘴唇，声音细若蚊蝇：如果有来生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绝不负你。眼泪混合着秽物淌下，瞬间在脸侧结成冰霜。我放下赤金手炉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这时穿着一袭大氅的宋怀安骑着高头大马走近，弯腰关切地问：母亲，可是这乞丐惊扰了您，除夕夜寒，当心冻着，儿子给您捂捂手。说罢，他将伸手暖了暖我的双手，顺势挡住了我看向轿外的那堆烂肉。沈渡川僵硬的眼珠费力地转动，死死盯着宋怀安，那是他的亲生骨肉，是连中3元，前途无量的新科状元。来人，把这脏东西踹远些，别污了母亲除夕夜的好兴致。护卫一脚重重踹在沈渡川胸口，他像破布口袋般滚进雪坑，发出绝望的惨鸣。我坐在暖轿中，轻轻掀开战帘，目光平静地看向他。沈渡川，你我30年恩怨，今日一笔勾销。沈渡川冻得浑身发紫，艰难抬头，溃烂的手伸向轿子。婉儿，我真的知错了，求你留我一条活路。我唇角微冷。前世你灌我置酒，任我尸身被野狗分食，可曾给我留过半分活路？宋怀安勒马走近，声线冷冽：你负我母亲30年真心，耗尽宋家30年福祉，根本不配求原谅。我淡淡摆手：不必多言，拖走。沈渡川被拖拽时嘶吼：若有来生，我定当牛做马偿还你！我面无表情放下轿帘：不必有来生，你我生生世世永不相见。轿辇缓缓驶动，将他抛在黑夜暴雪之中。沈渡川望着远去的轿影，眼泪瞬间冻结，在极致的悔恨与痛苦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彻底结束了这段可悲的一生。大年初一清晨，大雪初停，红日普照京城。我坐在宋府暖阁内，炭火噼啪作响，暖意融融。王嬷嬷端着热茶走进来，满脸笑意：夫人，今日天朗气清，乃是大吉之兆，往后咱们府中必定岁岁平安，再无烦扰。我接过茶盏轻抿：借嬷嬷吉言，往后只求家人安稳，岁月静好。宋南归收剑入鞘，大步踏入暖阁。姐，沈渡川的尸首已被拖去乱葬岗，彻底尘归尘，土归土。我轻轻颔首：旧事不必再提，就此翻篇。宋怀安合上兵书，快步上前：母亲，儿子已加强府中防卫，庇护您一世安宁。我抬手抚上他的肩头，满眼欣慰。我的怀安长大了，能为母亲撑起一片天了。宋南归朗声保证：有我在，无人敢动姐姐半分。望着庭院暖阳，唇角轻扬：有你们在，我便安心。新年已至，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王嬷嬷慌慌张张冲进暖阁，手里攥着刚买来的小报，声音发颤：夫人，不好了，外头都在传您心狠手辣，连落难的钱侯爷都不放过，还有人说状元郎是您抱来的野种，根本不是沈家血脉。我指尖一顿，热茶溅在袖口，却半点不慌。谁在背后散播谣言？查出来了，是沈家几个远房旁支，领头的是沈渡川的堂弟沈渡周，年前被侯府赶出去，一直记恨，如今借着沈渡川的死挑事儿，还勾结了几位对摄政王不满的老臣，想借着舆论扳倒您和状元郎。宋南归收剑入鞘，玄色衣袍沾着血沫，大步走进来，眼底淬着冷意：我直接带兵抄了他们的窝。我抬手按住他的手腕，摇头：我如今是一品护国夫人，淮安是新科状元，你是摄政王，动粗只会落人口实，说我们仗势欺人。宋怀安合上兵书，起身行礼：母亲，儿子愿去顺天府自证清白，当众滴血验亲，或是请宫中太医查验骨相，绝不让人污了母亲清誉。我看着眼前挺拔俊朗的亲生儿子，心头暖意翻涌。前世被揪酒灌喉，野种儿子反目成仇，今生亲手找回骨肉，他懂事孝顺，有勇有谋，这便是我最大的底气。验亲不必。我轻笑：
沈渡川那点烂事，满京城谁不知道？只是这群人故意颠倒黑白。我们要做的不是自证，而是把他们的龌龊勾当当众扒得一干二净。当日午后，顺天府尹亲自登门，他手持百姓联名状，面色为难。护国夫人，外头舆情汹汹，下官实在压不住，还请夫人随我去府衙一趟，给百姓一个说法。我端坐主位，品着茶，淡淡开口：府尹大人，我可以去，但我要开公堂会审，允许百姓旁听，允许御史言官记录，所有证词证据全都摆在明面上。府尹一愣，随即拱手：夫人英明，下官这就安排。次日，顺天府衙外挤得水泄不通，百姓们踮脚张望，都想看看这位传奇护国夫人到底是贤德无双，还是心狠手辣。府尹大人，求您为我沈家做主。宋云婉毒杀永宁侯，赶走沈家老小，侵吞侯府万贯家产，如今还要污蔑沈家血脉，实在歹毒。几个老臣站在堂外，捋着胡须附和。宋氏手握重权，纵容摄政王跋扈，如今连侯府遗孤都步步放过，此风不可长。我身着一品诰命服饰，珠冠霞帔，缓步走入公堂，周身气度沉稳，不怒自威。我开口，声音清亮，传遍公堂内外。沈渡州，你说我逼死沈渡川，苛待沈家老小，可有证据？我堂兄死在雪天，尸首无存，皆是被你所逼。我沈家老夫人柳氏、沈玉，皆是因你而死，你罪大恶极。我冷笑一声，抬手示意王嬷嬷。王嬷嬷捧着一叠卷宗走上前，呈给府尹。大人，这是沈渡川、柳氏、沈玉、沈老夫人的所有罪状与死因记录，件件有据可查。府尹展开卷宗，高声宣读：沈渡川宠妾灭妻，私通寡嫂，挪用宋氏嫁妆银两，变卖御赐孤本，大不敬之罪，被革爵抄家，罪有应得。除夕夜冻饿而死，与宋夫人无半分干系。柳氏谋害主母，偷龙转凤，杀害亲子沈玉，罪证确凿，已被判秋后问斩，病死狱中。沈玉挪用空款赌钱债，贩卖御赐之物，冲撞九皇子，被废去双腿，恶行累累。沈老夫人偏袒庶子，苛待主母，中风后无人照料，自身亡亡。每读一句，沈渡州的脸色就白一分，堂外百姓的议论声也变了风向。原来这沈家全是白眼狼啊！亏我之前还同情他们，原来是活该。护国夫人太可怜了，伺候他们30年，反被算计。不对，这都是宋云婉伪造的，他就是为了夺沈家财产。还有状元郎，他根本不是沈家血脉，是他抱来的野种。宋怀安上前一步，朗声道：我乃宋云婉亲生骨肉，当年被柳氏偷龙换凤，流落西郊庄子，我母亲费尽心力才将我寻回。沈渡川与柳氏的亲生儿子沈玉乃是马夫所生，此事人证物证俱在。说罢，2名护卫押着一个白发老者走上堂，正是当年侯府的老马夫，也是沈玉的亲生父亲。老马夫跪地磕头，泣不成声：大人，小人认罪。当年柳氏与我私通，生下沈玉，偷换了夫人的嫡子，欺瞒侯爷20年，小人所言句句属实。铁证如山，沈渡州瘫倒在地，面如死灰。堂外那些原本指责我的老臣，瞬间脸色铁青，灰溜溜的转身就走。我看着堂下狼狈的沈渡州，淡淡开口：家旁支不思进取，借着死人挑事，污蔑朝廷命官，扰乱京城秩序。按例当杖责50，流放3000里。准，来人，执行。棍棒落下，惨叫声响彻公堂，百姓们拍手称快。这场风波不过半日便被我彻底平息，非但没有损我半分名誉，反而让我护国夫人的声望更上一层楼。可我知道这只是开始，朝堂之上对宋南归不满的势力绝不会就此罢休。顺天府公堂仪式过后，我在京城的声望如日中天，宫中皇后贵妃纷纷派人送来贺礼，各路命妇争相巴结，宋府每日门庭若市。宋怀安被皇上留在翰林院，年纪轻轻便身居要职，前途无量。宋南归执掌兵权，朝中大小事务，皇上都会询问他的意见，权势滔天，看似风光无限，可暗处的杀机从未停止。3月阳春，皇上举办春寿，命文武百官随行，宋南归、宋怀安与我皆在受邀之列。出发前一晚，宋南归来找我，面色凝重：姐，这次春寿不对劲，我收到密报，有几位老臣联合藩王，想在围场动手，除掉我与怀安，再栽赃给你，说你教子无方，纵容弟弟谋逆。我指尖摩挲着茶杯，眼底冷光乍现。终于忍不住了，
这群老东西当年靠着沈家与宋家的钱财上位，如今反过来想咬我们，真是养不熟的狗。姐，要不我称兵不去，或是提前带兵埋伏？不必，越是躲避，他们越得寸进尺。这次春寿，我们不仅要去，还要当着皇上的面把他们的阴谋彻底戳穿。淮安，明日围场，你切记紧跟皇上身边，不要单独行动，暗中留意几位藩王与老臣的动向，收集证据。宋淮安躬身，儿子谨记母亲教诲。次日，春寿围场，旌旗蔽日，皇上端坐高台，百官分列两侧。狩猎开始，皇子们策马奔腾，箭矢齐发，场面热闹非凡。我坐在皇后面旁，看似悠闲品茶，实则目光锐利，扫视全场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混乱突起，几声箭响破空，直直射向皇上身旁的宋南归。侍卫们惊呼，纷纷护驾。宋南归早有防备，侧身躲过，反手抽出佩刀，击落箭矢。几位老臣立刻跪地哭喊：皇上，摄政王宋南归谋逆，暗中安排刺客，想要弑君夺位。几位藩王也趁机上前：皇上，宋氏姐弟手握重权，野心勃勃，今日敢行刺，明日必反，请皇上立刻拿下宋氏一族，以正朝纲。皇上脸色铁青，看向宋南归：南归，此事当真？皇上明察，这些箭矢皆是藩王亲兵所用，与我无关。他们是故意栽赃陷害，血口喷人！皇上，快拿下他！就在双方僵持之际，宋淮安手持一叠书信，快步走上高台，跪地呈上。皇上，这是藩王与老臣勾结谋逆的亲笔书信，约定今日春朔刺杀摄政王，在逼宫谋反，字字属实，人证俱在。皇上展开书信，越看脸色越沉，最后猛地拍案：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朕的眼皮底下谋逆！皇上饶命，是被人蛊惑。皇上，这些人多年结党营私，贪污受贿，欺压百姓。臣妇这里还有他们贪墨的账本，共计100万两白银，皆有据可查。王嬷嬷立刻呈上账本，皇上翻看过后，龙颜大怒：来人，将这些谋逆之臣、藩王全部拿下，抄家灭族！禁军一拥而上，将那些还在挣扎的老臣、藩王尽数捆住，拖下台去。一场精心策划的谋逆大戏，被我与宋南归、宋淮安轻而易举的化解。皇上看向我，满眼赞赏。宋氏，你不仅贤德无双，还聪慧过人，帮朕铲除奸佞，功不可没。我躬身行礼：皇上谬赞，臣妇只是尽本分而已，守护朝堂安稳，是我宋氏一族的责任。春寿结束，回京之后，皇上再次下旨，加封我为护国一品夫人，加封宋淮安为翰林院长院学士，宋南归总揽朝政，宋氏一族权倾朝野，无人能及。当晚，我在内堂郑重叮嘱二人：如今权势鼎盛，更要谨言慎行，不可骄纵狂妄。宋南归拱手应道：姐姐放心，我只辅政不弄权，一心辅佐皇上，稳固朝纲。宋淮安躬身：儿子谨记母亲教诲，清廉为官，绝不沾染恶习。我沉声道：盛极必衰，明日起收拢商铺权力，捐家产赈灾办学，稳固民心。宋南归微有迟疑：姐姐，这些家产皆是辛苦积攒，百姓心安，宋家才能长久安稳。钱财远不及家人平安重要。母亲高瞻远瞩，儿子即刻办理。我温声叮嘱：前世苦尽，今生只求安稳，莫被权势迷信。二人齐声应下。可7月北疆突然急报，蛮族入侵连破3城，平静岁月被彻底打破，蛮族骁勇善战，边关守将节节败退，朝中老将大多年迈，年轻将领又无实战经验，一时间朝堂陷入僵局。宋南归主动请战：皇上，臣愿领兵出征，平定北疆。摄政王乃朝堂支柱，若你离开，朝中恐生变故。朕放心不下。几位老臣趁机进言：皇上，
宋南归手握兵权，若再领兵出征，恐功高盖主，后患无穷啊！我坐在后宫偏殿，听着王嬷嬷传来的消息，心头了然。这群人还是不死心，想借机削弱宋南归的兵权。我起身整理好诰命服饰，径直走向朝堂。百官见我一个女子闯入朝堂，皆面露惊愕。皇上看向我，护国夫人，你为何来此？皇上，臣妇有本启奏。北疆战事危急，百姓受苦，臣妇愿举荐一人，领兵出征，定能平定蛮族，收复失地。夫人举荐何人？臣妇之子宋怀安。此言一出，满朝哗然，不可！老臣们纷纷反对。宋学士年仅20，从未上过战场，怎能领兵打仗？这是拿边关战士当儿戏。夫人糊涂，宋学士乃文臣，岂能统兵？我站起身，目光扫过百官，声音坚定：诸位大人，怀安自幼习武学兵法，熟读兵书战策，并非只会舞文弄墨的文弱书生。更何况北疆蛮族当年曾与我宋家有旧怨，我宋氏一族理当为国出征，守护百姓。皇上，臣妇愿以宋氏全族性命担保，宋怀安此去必定凯旋而归，若有差池，臣妇愿领死罪。皇上看着我，又看向站在一旁面色沉稳的宋怀安，沉吟片刻，一拍龙案：准！朕封宋怀安为北疆大元帅，领兵10万出征北疆，赐尚方宝剑，先斩后奏。臣遵旨，定不负皇上厚望，不负母亲期望。3日后，京城城外10里长亭，百姓夹道相送。我亲手为宋怀安披上铠甲，叮嘱道：怀安，战场凶险，切记保全自身，不可鲁莽，善待士兵，体恤百姓，方能百战百胜。宋怀安眼眶微红，躬身：母亲放心，儿子定当平定北疆，凯旋归来，孝敬母亲。宋南归拍着他的肩膀：放手去做，后方有我与姐姐，无人敢动你分毫。大军启程，浩浩荡荡奔赴北疆。宋怀安走后，我并未安坐家中，而是亲自坐镇后方，调度粮草，安抚军心，惩治贪官，确保前线粮草充足，无后顾之忧。朝中那些想借机捣乱的老臣，被我一一打压，要么罢官，要么流放。朝堂风气焕然一新。1月后，北疆捷报传来，宋怀安首战告捷，大破蛮族主力，收复2城。3月后，捷报再传，宋怀安设计诱敌深入，全歼蛮族精锐，蛮族首领投降，北疆平定。消息传回京城，百姓欢呼雀跃，皇上龙颜大悦，亲自下令，准备迎接大军凯旋。10月金秋，丹桂飘香，宋怀安率领大军凯旋而归，京城百姓倾城而出，夹道欢迎，街道两旁摆满鲜花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皇上亲自带领文武百官出城10里相迎。宋怀安一身铠甲，英姿飒爽，翻身下马，跪地献上蛮族降书与战利品。臣宋怀安平定北疆，特来向皇上复命。皇上亲自扶起他，大笑道：怀安年少有为，为国建功，乃我大用之福。朕封你为镇北王，赏黄金10万两，良田1万亩，赐王府1座。宋怀安躬身：臣谢皇上隆恩，此乃将士们齐心协力之功，臣不敢居功。欢迎仪式过后，宋怀安第一时间赶回宋府，跪在我面前行亲子之礼。母亲，儿子回来了。我扶起他，看着他黝黑却坚毅的脸庞，眼眶发热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王嬷嬷端来热茶，笑着道：夫人，如今王爷凯旋，咱们宋府真是风光无限啊。宋南归也笑着道：姐，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，咱们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了。我点头，心中满是安稳。我的亲生儿子成为威震天下的镇北王，我的弟弟成为权倾朝野的摄政王，我自己成为受万人敬仰的护国一品夫人。我不再是那个围着侯府打转，忍气吞声的侯府主母，而是独立自主，手握乾坤，受人敬重的宋云婉。日子归于平静，我不再过问朝堂之事，每日在宋府赏花、品茶、礼佛，安享晚年。宋怀安与宋南归时常陪在我身边，孝顺体贴，王嬷嬷忠心耿耿，伺候左右。逢年过节，宫中皇后、贵妃都会派人送来礼物，各路命妇登门拜访，百姓们提起护国夫人，无不交口称赞。这一年除夕依旧大雪纷飞，却与往年截然不同。宋府张灯结彩，灯火通明，
年夜饭摆满一桌，热气腾腾。宋南归、宋怀安陪我坐在主位，一家人欢声笑语，其乐融融。我看着窗外的雪景，又看着身边的亲人，端起酒杯，轻声道：“过去的苦难都已过去，未来的日子安稳顺遂。愿我宋氏一族世代平安，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。”宋南归与宋怀安一同举杯，祝母亲姐姐福寿安康，岁岁无忧。酒杯相碰，清脆作响，暖意弥漫全屋。雪还在下，可宋府之内温暖如春。